还是豪门千金，不仅一个月有50万的零花钱，还有5个大佬哥哥为她保驾护航，以及一个体贴温柔的未婚夫。本以为是摆烂惬意的人生，没成想几年后一个女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她依靠血缘证明成了家中的真千金，又因她聪明活泼获得了所有人的喜爱。而她作为家中的假千金，不仅被家人抛弃，被抢走未婚夫，被所有人嫌弃，最终因为精神出现问题被关进精神病院郁郁而终。再后来5个哥哥也因为被陷害挑拨，纷纷成了疯批反派。而真千金桑宁作为正义的一方，毅然决然的大义灭亲。传输过来的江静冉得知剧情后，她愣住了。不过好在此时此刻的假千金还只是个13岁的少女，真千金还没找上门来呢，而她完全还有机会挽回这一切。此时房门被推开，作为冰山大哥的江月涵进来了。下去吃晚饭，他声色淡淡的吐出这几个字，没有温度的话语听不出任何情绪。江静冉眨了眨眼睛，眸光落在江月涵一丝不苟的规整西装上，在家里也穿得这么正式，这家伙不累吗？稚嫩清脆的声音落进江月涵耳里，男人微顿，如果他没有听错，刚才那是江静冉的声音，可面前的小姑娘压根没有开口说话。江月涵鬼使神差的开口，仿佛是为了回应那不明所以的声音，我刚从公司回来，所以才穿得这么正式。江静冉愣了一下，这样啊，他面上乖巧的点了点头。实际上，哦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说了这么多话，他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这一刻，江月涵终于可以确定自己能听到江静冉的心声，他不动声色的收回视线，像是无事发生一般，转身往楼梯口而去。就这就走了，我还以为他要多说几句呢。江月涵的脚步陡然顿住，随后江静冉便看到明明走远的江月涵，又莫名其妙的折返回来，用一贯的冷淡语气对他说道：“要不要一起吃晚饭？”餐厅里，江静冉和江月涵面对面坐着，对面的男人举止优雅的进食，江静冉则瞥了一眼盘中的晚餐，蔬菜沙拉以及半生不熟的牛排，这难道就是上流社会的低脂晚餐吗？好歹毒啊！想念火锅、麻辣烫、串串。江月涵握着刀叉的手指微微一顿，眉目冷淡的看向对面的妹妹，不喜欢吃这些吗？江静冉被江月涵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打断了思绪，她先是一愣，然后急促的摇了摇头，初来乍到，她想尽量留下好印象，于是明媚乖巧的笑着，没有啊哥哥，我又不挑食，而内心却不错个屁，我装的，不想吃就不要吃。听到心声的江月涵一本正经的说道，她本意是想让江静冉不要勉强自己，但因为语气过于生硬，听起来更像是命令的口吻。江静冉微微睁大眼睛，我好声好气的说，这个哥竟然凶我。她眼睛瞪圆了几分，又直白表达自己的不满，哥哥，你刚刚好凶。向来不屑解释和否认的江大少，面对江静冉的控诉，几乎是破天荒的柔和了语调，我没有，你就有，你刚刚对我很凶的说。江静冉撅了撅嘴，模仿起了刚刚江月涵的表情，板着脸神态冷漠，不想吃就不要吃。江月涵垂着眸，面对小姑娘的胡搅蛮缠，她意外的没有生气。事实上，她和这个最小的妹妹交流并不多，他们的关系绝不算亲厚，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也不为过。但因为这次的契机，她意外的听到了心声，江静冉的面貌仿佛也在此刻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总裁，明天下午有。崔妍走进餐厅，看到江月涵和江静冉坐在一起用餐，面上闪过一丝讶异。江月涵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一旁的江静冉下意识地打量着崔妍，这是大哥身边的崔特助吗？怎么看起来有点呆呆的？崔妍无法听见江静冉的心声，她先礼貌对着江家这位大小姐笑了笑，然后转头看向自己的上司，总裁，陆总刚刚打电话过来，问您明天下午是否有空。陆家大小姐这几天刚回国，陆总说过好几次，想介绍妹妹给你认识，不知道明天是否合适。江静冉一惊，沉思起来，等等，陆家大小姐不会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地精第一美人吧？这不就是大哥命里的结束吗？江月涵眸光一顿，小姑娘仍在沉思，嗨，谁能想到素来冷漠睿智的大哥，在遇到陆家大小姐后，会化身痴情舔狗无心事业。江月涵握紧了手指，认真又仔细地聆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那个陆小姐也不是省油的灯，利用江家的名气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最后转头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就因为这样，大哥才黑化成为反派的呀。如果放在以前，江月涵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小姑娘如此荒唐的言论。但如今，她既然能听见一个人的心声，那么预知未来这种事也并非全无可能。陆家算是地精有头有脸的豪门，而陆云霄作为长子，近几年开始接管家族事务。他性格和善，多次向江月涵示好，两家也有生意上的往来。一来二去，江月涵算是和陆云霄成了朋友。他多次向自己提起妹妹陆婉莹，想要介绍给他认识。江月涵并不排斥，不过他只是把这当做一场普通的应酬。如果没有听见江静冉的心声，明天他定然会赴约。但是现在江月涵改变了主意，告诉陆云霄，我明天没空。崔妍点头，我知道了。一旁的江静冉听到这熟悉的名字，又沉思了起来，原来是陆云霄这个墙头草。江月涵眼眸微眯，不动声色地聆听起来。陆云霄这个趋炎附势之徒，一开始就动机不纯，不仅偷偷笼络大哥的手下，为自己谋取利益，在大哥黑化后，他更是火速翻脸落井下石，跳出来指控大哥对自己的妹妹图谋不轨，真是个心机 boy。想到此，江静冉抬起眼皮，却猝不及防地撞上了江月涵深沉的双眸。也许是江月涵的神色太过严肃冷静，江静冉不由心头一颤，你继续吃吧，我有事先走了。江月涵收起了冰冷的神色，对着妹妹尽量柔和了语调，多吃点，空着肚子对肠胃不好。江静冉不动声色地撅了撅嘴，这大哥认真的吗？让我继续吃，这晚餐给狗，狗都不吃的。江月涵回头看了他一眼，江静冉则无辜地睁大了眼睛，于是他耐心地补充了一句，喜欢吃什么尽管吩咐佣人。这个妹妹从小不爱说话，脾气古怪，在家中存在感低下，所以虽是一家人，但她并不了解江静冉的喜好。想到此，江月涵心情有些复杂，或许是自己误解妹妹了，她只是不善言辞和表达，而我作为家中的长兄，对她少了关心和呵护，才会导致脾气古怪的。江静冉全然不知江月涵心中所想，自顾自畅想着，还说想吃什么都行，别只说大话呀，有本事给我50看看实力啊。最后，江静冉收到了来自江月涵的50万转账，哥哥，你为什么突然给我转这么多钱？江静冉看着手机屏幕，惊讶的说话都结巴了，什么叫天降巨款？什么叫意外之财？这不就是他梦里的场景吗？看着江静冉
冉开心的模样，江月涵不得不承认，他被妹妹的表情给取悦了。不够再问我要。他丢下了一句相当慷慨的话后，便和崔妍转身出了餐厅。江静冉则一个人坐在餐桌旁，美滋滋的心里冒泡。虽然江月涵告诉他不够可以再问他要，但江静冉也不是一个没情商的傻子，这种事得慢慢来，得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不然一开始就索求把人薅秃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此时江月涵坐在后车座沉思，他眯起眼睛，幽邃的眼底浮起危险的信号，去查一查公司里最近哪些人和陆云霄走得近。他对着驾驶座上的崔妍命令道。崔妍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狠狠一惊，总裁这是发现了什么？竟然开始怀疑陆总。明白，崔妍虽然心中有惑，但他自有分寸，没有多问。此时正值暑假末尾，正是酷热的天气，不过别墅中有完整一套的生态链，冬暖夏凉便是最基本的设计。江静冉回到房间后便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因为他并不知道女主桑宁具体什么时候会找上门来，所以在此之前他只想好好躺平，享受生活。江静冉正调整一个更好睡的姿势躺平时，指尖却不经意地触碰到了枕头下的异物，她的神色微微一顿。江静冉起身把枕头翻开，她的瞳孔一瞬间放大，枕头底下竟然是一块陌生的金属徽章，整体是不大不小的六芒星，星星中间横贯着一朵鸢尾花，诡异而妖艳。江静冉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眉头骤然一蹙，紧接着眼里划过一丝惊骇之色，整个人僵直着，仿佛有莫名的冷意爬上皮肤。如果他没有记错，六芒星、鸢尾花，这是小说里一个神秘组织的标志，这是一个各方势力割据混战的世界，明面上是家大业大的豪门掌控一切，但暗地里却蛰伏着许多势力强大的组织。神鹰便是书中强大的神秘组织之一，这个组织代表着邪恶和鲜血，是足以和女主抗衡的最强反派，其组织徽章便是盛开在六芒星中的鸢尾花。江静冉头皮发麻，这个徽章肯定不是凭空出现在原主房间，那么原主到底和神鹰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一个不问世事的大小姐，怎么可能招惹这样的存在？难道说原主被神鹰盯上了？这枚徽章便是神鹰的警告？江静冉的脑海现在一片混乱，她虽然知晓这本书的大部分剧情，但原主这样的反派炮灰必然不可能一笔一画的描写细节，所以原主留在她脑海里的记忆并不完整。这枚徽章就像是一波巨大的冲击，让本想安稳躺平的江静冉心中掀起了浓烈的惊涛骇浪。思来想去，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她不想死，也不想招惹麻烦。几天后，开学了，不过江静冉并不在教室，而是神色冰冷的来到了学校的篮球场。此时一群女生围在铁丝网边，神色激动，异常兴奋。于是江静冉好奇地投出了目光，而篮球场上最惹人注目的，无疑是此刻正在带球突破的少年。他身形颀长，长相俊美，一头白发如同漫画中走出的少年。江静冉愣了愣，就在这愣神的一瞬，篮球突然飞出了铁丝网，正好好的砸向了他的脑袋。江静冉捂着头，有些生气，怎么倒霉的事情一件又一件。此时一道声音传来：江其澈，还不快去看看人小妹妹被砸痛了没？白发少年慵懒地眯了眯眼睛，麻烦你替我去呗。江静冉瞬间睁大了眼睛，他竟然一时之间没认出来，这位白发少年不就是原主最小的哥哥吗？是目前在地心学园高中部就读的风云校草江其澈。江其澈背过身往场边走去，眼见离江静冉越来越远，江静冉立马上前一步，脱口而出：江其澈。这道声音极大，让旁边的女生带着敌意，纷纷看向江静冉。这种人他们见得多了，大胆又莽撞，自以为能引起江其澈的注意，实际上江其澈压根不会看他一眼。事实也确实如此，江其澈无动于衷，仿佛没有听到江静冉的呼唤。女生们早就料到如此，看向江静冉的眼神多了嘲讽和不屑。江静冉窜进去拦在了江其澈的身前。哥哥，他脆生生的声音让所有人都顿住了，就连江其澈冷冽的眸光也微微一颤。围观的女生们顿时炸锅了，显得很是气愤。一旁的赵韵微微一笑：江其澈，人叫你哥哥呢，你怎么没点反应？他难得见到这般不按常理出牌的小姑娘，忍不住打趣起一旁的白发少年。他和江其澈一样，出身地经豪门，两人自幼交好，全场也只有他敢在江其澈面前开这样的玩笑。江静冉见江其澈完全没有反应，他又唤了一声哥哥。完了，这哥该不会是耳朵有问题吧？清脆的女声飘进江其澈的耳朵，他忍不住眯了眯眼睛：你叫我哥哥？江静冉歪了歪头：对啊，你是我哥哥，我这么叫你不对吗？江其澈的眉心皱了一下，厌恶的戾气从眼底生了出来：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爹呢？说完，少年拽酷的转过头去，不再看江静冉一眼。场边的女生因江其澈这不留情面的冷酷反应，顿时笑开了花。江其澈最讨厌这种自来熟攀关系的，他真是撞枪口上了，真以为叫声哥哥就与众不同了。江静冉有些错愕地望着江其澈的背影，这哥真是不走寻常路，完全不给我面子。他怎么看起来像是完全不认识我的样子？是哪里出了问题吗？江其澈，你是忘了你大明湖畔的亲妹妹江静冉了吗？江静冉源源不断吐槽的心声涌进了江其澈的耳朵里，他离开的脚步不由顿住。的确，他有个叫江静冉的妹妹，但是他脸盲又记性不好，之前在家时妹妹也总是低着头鲜少和他说话，他对他的印象一直都非常模糊。现在又住校1年多，他确实忘记了家中妹妹的模样。想到此，江其澈忍不住折返过来，重新在江静冉面前打量了起来。赵韵顿感不对劲，场边的女生也察觉到异常，而江其澈不断扫视江静冉，沉思了起来。江静冉神色一松，这家伙总算想起我了。江静冉一把抓住了白发少年的手，他撅着嘴，脸上露出委屈伤感的表情：哥哥，我是来找你告状的，你一定要帮帮我，有人欺负你妹妹。赵韵露出了诧异的目光，围观的女生则再一次炸锅了，他竟然上手了，还要不要脸？江其澈垂眸，冰冷的眸光落在妹妹的手指上，他讨厌肢体接触，他想把江静冉的手指狠狠地甩开，可是看着面前女孩明亮又澄澈的眼睛，他堪堪忍住了。江其澈面上不动声色，对着江静冉说道：我们去一旁的花园说。江静冉跟着江其澈来到一旁的花园。你是说你被同学欺负后，老师还罚你到操场捡垃圾了？江其澈听着妹妹的叙述，眉头皱了起来。原来刚刚江静冉神色阴了，完全是因为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今早他本是开开心心的来到学校，准备重温一下校园时光，没成想因为前世冷漠孤高的性格，刚到班级就被班上的一群同学霸凌，可老师不但不管，还助虐为重，将江静冉罚去了操场捡垃圾。而江静冉正好在操场看到了江其澈，于是
是他便想，一根大粗腿摆在眼前，不报白不报，不然可太憋屈了。我知道了。江其彻对着他微微颔首，但除了一句我知道了，少年没有再多说半个字。江静然不免忐忑，他看不透江其彻的心思，他不会不想帮我吧？行吧，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让你帮，我自己也可以的，但你真的挺一般，还很装。江其彻的唇角抽了一下，江静然不知道自己心声已经被江其彻全数听取，他抿了抿唇，刚想直接告辞滚蛋，面前的少年却突然开口，你别待操场了，直接回教室吧。回教室。江静然睁大了眼睛，那徐老师你回去就是，剩下的交给我。江其彻掷地有声的说道，他的声音莫名让人心安。江静然也不墨迹，听哥哥的话，大摇大摆的回了教室。虽然他并不知道江其彻到底准备怎么帮自己，但是管他呢，天塌下来有江其彻顶着，必须得有底气。此刻另一边，刚罚完江静然的徐元正微笑的坐在办公室里，全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而关于今早发生的事是这样的，当江静然来到教室时，教室里已经稀稀拉拉的坐了不少人。当看到江静然后，学生们停止了交谈，他们沉默着，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戏谑眼神齐齐看向江静然，而江静然也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在这里好像并不受欢迎。讨厌鬼来了，哎，小心点，别让他听见了，不然又冲你白苦瓜脸。被刻意压低的声音落进了江静然的耳朵里，江静然抿了抿唇，把书包一放，屁股往座位上一坐。这时扑哧一声，江静然脸色一僵，一瞬间整间教室响起了如雷一般的爆笑。江静然咬着牙，他知道他被整蛊了。此刻的江静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不要站起来？如果不站起来看，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把什么给做裂了。可是站起来，那做裂的东西里流出来的液体已经把他的裤子给弄脏了，绝对会被狠狠嘲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恶劣且幼稚。偏偏他没有提高警惕，一下就中招了。江静然努力做着深呼吸，平复着自己在暴走边缘的心情。最后，他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周围笑声愈发的夸张。他转头往椅子一看，原来是一个容易碎裂的小球，被做裂以后流出了红色的颜料。讨厌鬼的屁股开花了，刺耳的笑声源源不断地冲击着耳膜。如果是原主，可能会因为性格的孤僻而选择忍气吞声，但他可不是原主。他的人生准则中有一条便是，与其精神内耗自己，不如发疯窗死他人。内耗不存在的，让他不爽他就发疯，好好让所有人见识一下他美好的精神状态。于是他一把拿起了椅子上的碎裂小球，狠狠地丢在了地上，红色的颜料飞溅开来，整间教室顿时安静了。只因之前的江静然明明是个独来独往不喜欢说话的怪物，这是所有人心中的共识，他们集体把他当透明人，刻意大声嘲笑他，却一直没有什么反应。没想到今天的江静然竟然没有像以前一样沉默。此时的江静然瞪着眼睛，谁干的？回应他的只是一片沉默。江静然呵呵笑了一声，敢做不敢当吗？我不敢相信作为地心的未来之星们就是这个素质。江静然气正要发作，就在这时，清脆的高跟鞋声在身后响起，班主任徐元已经走到门口。其实他在几分钟前已经来到教室，而他一直不出来的原因很简单，作为这座贵族学校的老师，每天管着这群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少爷公主们，面临的压力不小，要是不慎得罪其中一个，随时会面临开除的可能。而在这个学校工作的机会是他淘汰万千求职者后得来的，所以他每天做调查，几乎清楚知道谁能被欺负，谁不能被欺负。而江静然这个孩子明显就是能被欺负那个。在他长久的观察里，江静然被人欺负也从来不还手，明显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家庭的支撑才会如此自卑，而父母也从来不出现，甚至有个传言说她是学校职工的私生女，凭借这层关系才进来的。所以当他被欺负时，他可以当没看见，可当他要骂别人时，他就要准备来主持公道。于是徐元眯了眯眼睛，声色严厉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此时一个身材纤细的高个女生迅速地举起了手，徐老师，江静然刚刚在骂人。徐元对她微微一笑，女生叫石慧，是学园知名的千金大小姐，和江静然不同，她向来是众星捧月的存在。江静然也不甘示弱，立马开口解释，老师，我对天发誓，如果我刚刚说了一个骂人的脏字，我以后每天只能吃稀饭。徐元冷着脸，没把江静然的话放在眼里，不过他有些奇怪，这家伙不是不爱说话吗？但没关系，他要争取在少爷公主们面前留个好印象。于是他掀开嘴唇，神色严肃，我不需要你发誓，我需要你学会承认错误。江静然明白了，原来他根本不想了解事情的前尾，是铁了心认定自己有错。说着，江静然转过身去，背对着徐元。徐元盯着裤子上鲜红的颜料，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怎么搞的？说我骂人的那群人搞的呀？江静然摸了摸裤子上的颜料，抬起手便抹在了徐元的手臂上。您瞧瞧，如假包换的颜料，这不缺德吗？徐元暴怒地甩开了江静然的手，脸上充满了嫌恶。江静然，你疯了！最后江静然被带进办公室，徐元劈头盖脸地把他痛骂了一顿，再罚他去操场捡垃圾，没捡完不准回来。江静然本来不想去的，但是转念一想，继续待在这里才郁闷，还不如出去放放风。而坐在办公室的徐元擦完手上的颜料后，放心地笑了。他对于解决这件事的方式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他低头批改作业，直到一阵敲门声传来，敲门的力度不大，仿佛透着几分漫不经心。徐元低头回应，进来吧。于是脚步声在身后响起，随后徐元便听到一道清脆的少年音在唤自己，徐老师。徐元下意识地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看去，一个长相俊美的白发少年看着他，似笑非笑，我过来就想问问你，今早江静然他哪里做错了？徐元皱起眉头，他有些生气地站起来，神色严肃，我罚江静然肯定有我的理由，自然是因为他做错了。你是哪个班的？徐元不认识江其彻，在翻过记忆后，确认眼前的江其彻并不是那些贵族的子弟，他放下心来，于是他的语气严厉又刻薄，你这样对我说话，你觉得合适吗？江其彻冰凉的神色从眼底散漫开来，和蠢人沟通真的很累，正巧我也懒得和您说话，您自己和那位说吧。此时此刻的徐元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门口传来匆忙的脚步声，随后便看到气喘吁吁的校长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徐元，你怎么回事？他走到徐元面前，话语里是满满的愤怒和恨铁不成钢。徐元被校长的这声质问给吓懵了，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压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校长冲着他失望的摇了摇头，徐元，你准备调岗吧？徐元睁大了眼睛，难以置信。而在江静然回到教室的时候，又被全班围观了，周围都是戏谑的笑，这么
早就回来，肯定没捡完垃圾，待会等徐老师回来肯定会臭骂他一顿。江静冉没有理睬，他坐回在自己的座位上，刚坐下，教室门便猛地被推开了，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班主任徐元。徐元的眼眶红了一圈，眼神中染着几分颓丧，他脚步仓促地朝着江静冉的座位走过去。众人没有注意到，只以为徐元是来找江静冉兴师问罪的，一个个都饶有兴致，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江静冉神色平静，他看出了徐元的不对劲。徐元声音颤抖着：“江静冉，老师要和你说对不起，是我冤枉你了，我也不应该罚你。”这些话语对于准备看好戏的众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什么情况？徐元竟然道歉了？江静冉的反应倒不算大，他已经猜到是他的便宜哥哥江其彻出手了。老师，就只是道歉吗？徐元虽然道歉了，但江静冉并不想息事宁人。为了公平公正，您应该把那些做恶作剧的家伙找出来才行吧？徐元愣了一下，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是此时此刻的他在面对江静冉，已经没有了可以拒绝的权利。你想怎么找？江静冉笑了笑，教室里不是有监控吗？这话一出，教室里的氛围顿时变了。徐老师，没必要动用监控吧？有人开口，其他人也附和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查监控也太兴师动众了，万一是有人不小心落在江静冉座位上的呢？江静冉看向说话的众人，眼睛里浮现冷意，他语调讥讽：受到伤害的是我，你们凭什么替我说没必要？也许是江静冉的神色太过冷肃，也许是他的话语太过掷地有声，所有人都愣住了。最后，教室的监控还是被调取了。监控显示，把整蛊玩具放在江静冉座位上的是一位名叫黄俊然的男生，也是位家境不俗的公子哥。是我又怎么样？黄俊然没有嘴硬否认，痛快地承认了下来，但他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歉疚之意，高傲和蔑视充斥着他的眼睛，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我不会道歉的。此时的徐元左右为难，校长命令他在调岗之前务必把这件事处理好，完满收尾。可如今江静冉想要一个交代，黄俊然又不肯道歉，一筹莫展时，江静冉冷眼看着黄俊然：你觉得你自己很帅吗？好骄傲的样子哦。黄俊然立马反唇相讥：一个私生女怎么敢在我面前这样说话？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那个传言，江静冉是地心职工的私生女。如今黄俊然把这个传言当成了攻击江静冉的武器，江静冉当然不会感到受伤，她勾起嘴唇微微一笑，简单的做出了回击：我怎么记得你爸还没和你妈结婚之前，他就有个名正言顺的老婆，但是你妈已经迫不及待怀了你，然后你爸那可怜的老婆被迫离婚，你妈才立马大着肚子和你爸领证的。围观众人顿时竖起了耳朵，纷纷看起了好戏。毕竟黄俊然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花钱大手大脚的高贵公子哥。黄俊然被江静冉这猝不及防的话语吓得脸色大变，他情绪激动起来：江静冉，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江静冉歪了歪脑袋，唇角勾着笑：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原主留给他的记忆不算多，但偏偏有关于黄俊然的这点记忆。江静冉怀疑原主的隐藏属性难道是个小吃瓜精，不然黄俊然家里的那点破事他竟然记得那么清楚。此时黄俊然已经恼羞成怒，他满面通红的张着嘴巴，想要反驳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只能气急败坏的大喊：你放屁！说完，这家伙像是逃一般，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教室，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吃瓜群众。这是算是暂且告一段落。放学后，司机把宾利停在学校旁的小巷里，江静冉背着小书包来到路口，动作迅速的上了车。刚回家，江静冉便看到江月涵立在门前，他有些惊讶的睁大眼睛：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江月涵垂着双眸，眸色沉沉的盯着面前的妹妹：我今天接到了校长的电话，所以提早回来了。学校的事你怎么从来不和我说？江静冉撇了撇嘴，这哥表现的好像很关心我哎，真是受宠若惊捏。不过这哥最爱的还是他的陆家大小姐，我这个便宜妹妹不过是过眼云烟。江静冉正想着，江月涵却猝不及防的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腕。江月涵有些哭笑不得，他真不知道这个妹妹的小脑袋里每天都在想些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和陆婉宁见过面，就算未来真如江静冉所说，他和这个女人会有什么交集，他就一定会爱上她吗？江静冉被哥哥牵进了餐厅，然后他便看见了餐桌上沸腾的火锅。江静冉内心翻腾不已，我真怀疑这哥是不是猜得到我心里想什么，他怎么知道我想吃火锅？江月涵侧过头，不动声色地看了自己妹妹一眼，两人坐下后开始吃起火锅。吃到一半，江静冉陡然想起了江其彻。江其彻常年住校，就连假期也不回来吗？如今这家里竟然只有我和大哥作伴。江月涵蹙了蹙眉心，声音平缓地说：你今天见到江其彻了？虽然是疑问句，但男人的语气是肯定的。今天学员里发生的事，校长早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江静冉点点头，今天多亏了他帮忙。说起江其彻，他的结局自然也是相当凄惨。谁能想到现在的风云校草，以后会被指控数十项罪名，终生在监狱度过。啪嗒一声，江月涵的筷子掉落在餐桌上，江静冉的思绪顿时被这突兀的响动拉了回来。他茫然地睁大眼睛，问道：哥哥，你怎么筷子都拿不稳了？江月涵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我没事，继续吃吧。他脑海里却依旧回荡着妹妹方才的心声，原来幼年时可爱的妖弟，开始一步步变成陌生的模样，冷血薄凉，以后甚至还会进监狱吗？江月涵的眸子里生出了深沉的神色，他想，如果不是小时候那件事，江其彻或许就不会性情大变，也不会和这个家渐行渐远。他和江其彻不算特别亲近，但他也不想看到妖弟走上一条堕落的不归路。次日，江静冉刚走进教室，便收到了徐元调岗离开的消息，班主任则由其他班的老师暂时轮流接管。而他刚坐下，刺耳的高跟鞋声便在耳边响起，紧接着一只戴满了宝石戒指的胖手拍在了自己的桌上，砰的一声，这声音让江静冉的耳膜都本能的刺痛了一下。他抬起眼睛，满身富态的太太正居高临下的瞧着自己，眼睛里是明晃晃的不屑。你就是江静冉？他语气不善的问道。江静冉无所畏惧的点头。富太太冷嗤一声，我是黄俊然妈妈，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教室里的众人见到这种场面，顿时来了兴致，一个个都想看江静冉的洋相。黄俊然的妈妈是出了名的强势，江静冉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地位，昨天逞了一时的口舌之快，现在得全部还回去。哑巴了。见江静冉沉默不言，黄俊然妈妈不悦的扬了扬下巴，昨天不是挺能说的吗？现在蔫了。江静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神色平静，阿姨，不是说出去谈吗？我们先出去吧，别打扰其他人学习。说完，江静冉率先走出了教室，黄俊然妈妈紧随其后，而黄俊然早就在门口等着了。他像之前
骄傲的孔雀，扬眉吐气一般的看向江静然。教室里的其他人纷纷来到窗前围观，虽然离开了教室，但还是和当众处刑没什么区别。黄俊然妈妈把儿子拉到了自己身边，然后看向江静然，她的眼神瞬间变冷，像是看到了令人厌恶的脏东西，咄咄逼人的开口：江静然，我现在要你给我儿子道歉，当然也要给我道歉。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当众编排别人的家事，真是没教养。但我也不想和小孩子计较太多，你真诚的向我们母子俩道歉，态度让我满意，我就可以考虑放你一马。江静然睁着无辜的大眼睛，这年头说实话也要道歉吗？黄俊然妈妈顿时火冒三丈，你别不知好歹，我再给你悔过自新的机会，你要是不识相，就别怪我不客气。江静然抱了抱手臂，那我真的好怕怕。虽然你们很过分，但我大人有大量不计较了，毕竟关爱智障，人人有责。说完，他冲着黄俊然母子做了个鬼脸，然后头也不回的朝走廊另一头跑去。臭丫头站住，你别跑！黄俊然妈妈怒不可遏的声音响彻走廊，他刚想追上去，一群黑衣人却突然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紧接着，身穿黑色西装、身形高大的英俊男人从楼梯口踱步而至。江月涵眉眼冷漠的走过来，黄俊然母子的目光本能的被这气质不凡的男人吸引。江月涵声色薄凉的开口：有空在这里讨嫌，不如多关心自己。他傲然冷冽的眸光落下来，嗓音森寒，仿佛在下达死刑宣告：天凉了，黄家也该破产了。黄俊然母子陡然睁大了眼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的眼睛里露出惊恐骇然的神色，身体甚至忍不住颤抖起来。江静然重新回到教室以后，氛围明显改变了。黄俊然的座位空着，一个个神色凝重的低着头做着自己的事。江静然疑惑的坐下来，他的后背被笔头戳了一下，是唯一和江静然走得近的季清颖靠了过来，他压低了声线：你知道刚刚谁来了吗？谁？明星来我们这拍综艺了吗？季清颖没搞清楚江静然的脑回路，哭笑不得：是江月涵，就是那个帝京最出名的江家。江静然眼睛划过讶异之色，他那便宜大哥怎么会突然来学员？黄俊然和他妈被他吓得不轻。季清颖用稀松平常的语调说着，仿佛对黄俊然的遭遇没什么触动。说着，他又突然露出心有余悸的神色。江月涵这人太可怕了，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说了什么？季清颖努力模仿江月涵当时的神态。天凉了，黄家该破产了。幸好江静然嘴里没喝水，不然一定喷出来。这不是霸总小说里经典的天凉王破套路吗？他大致猜到江月涵来这里是来替他出头的，不过这出头的方式还好他跑得快，不然亲眼见证肯定有些羞耻。但江月涵来地心学员，并不仅仅是为了江静然，也是为了江奇澈。高中部篮球场，少年们无拘无束地挥洒着汗水，江奇澈则一个人半靠在最边缘的木质长椅上。赵云烨拿着水瓶走过来，手掌下意识地拍在江奇澈的肩上。昨天的那个小姑娘，真的是你妹妹啊？江奇澈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喝着水。喝完水，少年才微微颔首，难怪你没对她发飙。赵云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虽然和江奇澈认识许多年，但直到这2天才知道这个妹妹的存在。毕竟江奇澈对待亲情相当淡漠，甚至他和家人像是有仇似的，不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也不愿和他们说话，甚至他嘴上也从来不提。江奇澈的4个哥哥大名鼎鼎，不用说也知道，可这个妹妹真不知道有这号人呢。想到这里，赵云烨忍不住问道：你不是最讨厌他们了吗？你昨天那态度可相当不一般啊，这个妹妹难道不太一样？江奇澈冷凝的眸光微微一顿，赵云烨立马收敛起笑意。此时此刻的江奇澈无疑像是刺猬一般，释放着全身的戒备和恶意。赵云烨有些不明所以，他见江奇澈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自己身上，他顺着江奇澈的目光看过去，一个身穿西装的英俊男人正立在那里，男人的眉眼和江奇澈一样，透着令人望而却步的冷傲。他悠然的目光望过来，正好好也在看江奇澈，两人隔着大半个篮球场对视着。这个人，赵云烨睁大了眼睛。随后，江月涵和江奇澈一前一后走进了篮球场旁边的树林里。白发少年双手插兜，眉眼冷淡的看向自己的哥哥希克呀，你怎么来了？江月涵垂眸看着弟弟，像是酝酿了许久，沉沉的开口：你从不打电话回家，所以只能亲自来一趟。江奇澈嗤笑了一声：我不是一直如此吗？我以为你们会习惯的。江月涵的手指微微收紧，如果不是听到江静然的心声，他不会如此大费周章来找江奇澈。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和他打交道并不是江月涵擅长的，他努力让自己显得有亲和力。其实你也可以多回家看看。江奇澈唇角的笑意愈发深了，你在开玩笑吗？大哥，不要惺惺作态了，互不干扰才是最好。江月涵的眸色狠狠一沉，但他并没有生气。但是昨天你向江静然伸出了援手，这么看你倒也没有那么六亲不认。他冷静地阐述着事实，江奇澈脸上的表情此时却全部化作冰封的森寒，只是一时觉得好玩罢了，不要对我抱有期待。大哥，不管是江静然还是你，我都希望你们滚得远远的。此时坐在教室里的江静然突然打了个喷嚏，他摸了摸鼻子，哪个家伙在骂他？各位，有个事和大家通报一下。石慧走上讲台，脸上带着恬淡的笑，他的眸光向下扫视一圈。大家也知道，希望杯的决赛我们已经筹备很久了，但是现在我们有点缺人手。石慧是文艺委员，这是一项规格很高的全国性大赛，如果能够在希望杯获得奖项，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学校的丰厚奖励，甚至能为自己以后的升学提供助力。为了这份荣耀，几乎每个班的学生都心生向往，踊跃报名。在周围人都跃跃欲动时，江静然无聊地打了个哈欠。他对于这种赛事完全不感兴趣，可江静然没想到，这是一场早有计划的布局。在石慧说出舞台剧还缺一个演员后，几乎所有人都坐不住了，毕竟这意味着他们能搭上希望杯的末班车。最后如果得奖了，自然也有自己一份，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大部分人都举起了手臂，开始毛遂自荐，整个班级顿时闹哄哄的。可接下来石慧的话让所有人都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同学来演一棵树。话音一落，便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在得知舞台剧的最后一块拼图是一棵树后，众人的热情顿时被浇灭了。他们确实渴望在希望杯得奖，但他们同时也是一群养尊处优的少年，去演一棵树也太不像话了。石慧像是早就料到了这样的场面，他面上带着微笑，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我们就通过抽签来选吧。这抽签的方式顿时引起了众人的不满，但石慧的态度也相当强硬。我已经和校长报备过了，校长对这次决赛很重视，希望杯是关学校的荣誉，也是关我们班的荣誉。校长说了，谁被抽中不去的话，期末评奖评
评优就别想了。这段话让不少人打消了反对的念头，而且从56人里面抽一个出来，这概率也是极低的。见众人没了声音，石慧便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他晃了晃放在桌上，我开始抽喽。在摇晃过后，石慧拿出了一张纸条，而不出意外的便出了意外，江静冉就成了那个倒霉蛋。众人顿时开始幸灾乐祸起来，就连教室里的气氛也瞬间变得轻快愉悦起来。江静冉盯着石慧手里的小纸片，他有些怀疑，这未免也太巧了。首先，石慧对自己有敌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所以他如果想要在抽签上做手脚，也是轻而易举的。江静冉猜测的不假，石慧早已将写有他名字的纸条放在手里，所以当做出用抽签的方式来选人后，江静冉便必然是那个倒霉蛋。石慧看向江静冉，脸上的笑容有些刺眼。江静冉，以后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参加排练。我拒绝。江静冉果断出声，他不想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在这上面。石慧皱了皱眉头，既然如此，刚刚抽签之前你为什么不提出异议？现在抽中你了，你又不同意了。他条理清晰地说着，倒显得江静冉在无理取闹。江静冉没有理会，他直接就走出教室门，准备买水去。可刚走到长廊的尽头，就被石慧给拦住了。希望杯的事，我们还没有掰扯清楚。我以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说过了，这个比赛很重要，你拒绝的话，不仅会失去评奖评优的资格，甚至有可能会被处分。石慧威胁的味道都满溢出来了。江静冉突然笑出声，这很重要吗？你要是能让我直接不用上学，我还要谢谢您嘞。毕竟在这读书也挺无聊的。石慧的脸上露出错愕之色，他没想到江静冉油盐不进，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你知道的，期末考核我也会参与。石慧突然调转了话题，他的眼角掺了几分冷意。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么季清颖呢？我完全可以给他不合格。季清颖对江静冉的示好，石慧看在眼里，他好像和你关系不错，你想看到他因为你被牵连吗？江静冉忍不住感慨，这个石慧可算是把道德绑架和威逼利诱玩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撂下这句话，他越过江静冉走进了教室。江静冉觉得有些好笑，季清颖只不过和他说过些话，难道自己就要为了他去这明显有预谋的舞台剧吗？江静冉买完水回到教室的时候，他从书桌里抽出课本，就在这时，一片非常薄的铁片从课本的纸页中滑落了出来。江静冉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拿起落在桌上的铁片，陡然睁大了眼睛，铁片刻着明显的字，去参加希望杯的决赛。江静冉的眸光不由一颤，他有预感原主身上定然藏着许多他不知道的秘密，比如这块凭空出现的铁片，以及原主房间里的神鹰徽章，还有给他铁片的人到底是谁，又为什么执意让他参加希望杯的决赛？他轻轻吐出一口气来，将铁片不动声色地塞进了自己的书包里。江静冉目前还没有任何头绪，他打算先问问目前唯一能说上话的季清颖，于是转后看去，季清颖正在低头做着笔记。刚才下课有人靠近过我的书桌吗？季清颖抬起头来，他微微皱起眉头，仿佛在努力回忆。片刻后，他迷茫地摇了摇头，应该没有。江静冉点了点头，对方手段高明，想来也不会轻易让人发现行踪。江静冉甚至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很可能已经被人监视着。不过现在有了一个线索，那就是对方对自己很了解，连他不去希望杯都知道。放学后，石慧又拦住了他。江静冉，考虑的怎么样了？你的答复呢？如果你要继续拒绝的话，我只能想别的办法来让你答应了。那你不用想了，我会参加希望杯。江静冉没有犹豫地说出这句话，让石慧有些讶异。他没想到一直油盐不进的江静冉竟然突然松口了。石慧有些眼神古怪，是因为季清颖吗？你这样的人竟然也会有心软为别人考虑的时候。江静冉没有否认。那你今天来排练？石慧冷冰冰的话语落下来。江静冉眨了眨眼睛，一棵树需要费劲排练吗？杵着不动不就完事了？石慧显然不买账。江静冉，这难道就是你参赛的态度？怎么，你不服气吗？要不你把我开除了？江静冉脸上的笑容明亮又晃眼，那正好，我就可以不用参赛了。说完不等石慧回应，他就背着书包越过了石慧，去老地方找司机去了。江静冉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又是被大哥江月涵盘问，除了那位女老师，还有恶作剧的男同学，还有没有人欺负你？这几天发生的事，让江月涵意识到了妹妹在学校的处境并不乐观，他感到歉疚，同时也想帮妹妹讨回公道。校长曾极力向他解释，这些天发生的事都是意外，但他不信。江静冉看着哥哥漆黑的眼睛，他在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威风凛凛的霸道大总裁几天内迅速沦为啰里吧嗦的男妈妈？到底是人性的缺失，还是道德的沦丧？听到心声的江月涵突然有些语塞，江静冉则带着微笑，哥哥，没什么大事的，你放心，我就先回房间了。江静冉并不希望江月涵过多插手学校的事，她不想让自己江家大小姐的身份太早暴露，或许这样才能更好知道自己身上的秘密。原主之前一直不暴露身份肯定是有原因的，况且江月涵是做大佛，可不能这么轻易的搬出来。看着妹妹离去的背影，江月涵有些挫败感。一天之内，他接连被亲弟弟和亲妹妹嫌弃，这对于他来说堪称毁灭性的打击。他冷静片刻，又拨通了江启澈的电话，结果依然无人接通。一直候在门口的崔岩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总裁，这些都急不得呀，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总裁这样。江月涵看向窗外，喃喃道，和这群孩子打交道比商界的尔虞我诈还难，我只是想让江启澈周末回家一趟罢了，让小少爷回家一趟，可能比一晚上赚500万还难。崔岩摇了摇头，有感而发道。江月涵随意的接过话头，如果有人能让他回来，我倒是可以立马给他打500万。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刚下楼梯的江静冉恰好听见了江月涵的这番话语，他的眼睛里顿时燃起了明亮的光。什么真的？江月涵有些不明所以。就是你刚刚说，只要能把江启澈叫回来，你就给人500万。江静冉眉目雀跃的应道。江月涵心知肚明，没有人能让江启澈心软回头，那家伙的心现在是比铁还硬。江月涵的眸色染了几分深沉，这钱注定是花不出去的。但江静冉似乎胸有成竹，如果我说我能做到呢？江月涵微微抬眸，他认为这只是小孩子一时兴起的玩笑话，但江静冉很认真。哥哥，如果我把江启澈带回家，你就说这500万给不给吧？江月涵依然没有
有当真，他像是陪小孩子玩游戏一般。给，当然给。江晋冉笑了笑，那就行，你们就等着看吧。你很缺钱吗？江月涵似乎想到了什么，也不算。江晋冉撇了撇嘴，我只是想攒养老钱而已。江月涵不理解，但他尊重。这天，江晋冉和往常一样，早起来到学园，刚走到座位，身后的季清影就对他小声说道：“江晋冉，听说今天有转学生来，是吗？你哪里听来的？今天路上遇到教导主任，他说的。”就在这时，临时班主任从门口走进来，习惯性的清了清嗓子，然后露出一个公式化的笑容：“三班的同学们，今天你们将迎来一位新同学，以后我们三班的大家庭也即将多一个成员。地心的门槛很高，能中途转学过来的，定然是受到了校长的认可，这让很多同学好奇了起来。”班主任没有迟疑，将门口的少年喊了进来，是一个身材高挑纤瘦的少年，他踏着沉稳的步伐，不紧不慢地走进了教室里。随后，一张俊秀的脸庞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教室原本微微喧嚣的空气顿时静寂了。先自我介绍吧，班主任提醒着少年：“我叫陆庭深，以后请多关照。”少年的言语简短，嗓音像是清晨掠过耳际的微风。听到名字的江晋冉眸光顿了一下，陆庭深，这不就是小说的正牌男主吗？江晋冉仔细回忆着小说里的剧情，陆庭深原本是豪门陆家的私生子，他的母亲早年意外怀孕生下了他，但却不知父亲的身份，只能一个人辛苦地养大他。而苦逼的男主只能在一所普通大学读书，可终究是男主。他在一次竞赛中大放异彩，夺得金奖，被地心校长相中，因而从普通学校转来了地心。对于天才学霸，地心向来敞开怀抱欢迎，并且会给予丰厚的奖学金。地心的奖学金对于出身贫寒的男主来说，无疑是难以拒绝的。所以现在的时间线正好是男主转学到地心的节点。男主来到地心后，也会慢慢发掘自己的身世秘密，没过多久便会回归陆家。而男主光环之强，哪怕现在低江家好几头的陆家，在男主的掌权下，也会慢慢取代江家的位置，成为地京耀眼的顶级豪门。说起回归陆家，在陆庭深掌权之前，他作为私生子风评并不好，而原主则是个和家人关系恶劣，在上流社会毫无存在感的透明人。可能是别人都觉得这俩挺配的，于是便撺掇了这么一桩莫名其妙的婚约。当然，重活一世的女主，也就是真千金桑宁，她知晓未来的剧情走向，所以桑宁会抢走这桩婚约，代替原主嫁给陆庭深。说白了，这桩婚约和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男主自然是属于女主的，而她江晋冉的归宿自然是精神病院。正想着，耳边却传来桌子移动的声音，江晋冉下意识地抬起眼睛，只见陆庭深把课桌移到自己身边，以后你就坐江晋冉旁边吧。班主任和蔼的声音穿过大半个教室，落在江晋冉的耳朵里。等等，为什么？江晋冉睁大眼睛，班主任理所当然地说：“全班只有你没有同桌了。”少年已经坐下，他把书本收拾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然后抽出其中一本，不紧不慢地打开，视线一直焦灼在课本上。陆庭深未曾看江晋冉一眼，江晋冉也懒得和他说话。这个之后会联合桑宁将自己送进精神病院的人，有什么好说的？放学后，陆庭深收拾好书包，准时离开了教室。江晋冉则慢悠悠地收拾着桌上的课本。而在这时，教室后方传来石慧清晰的声线：“你说什么？体育楼在维修？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在体育楼排练了。石慧，要不我们去艺术楼吧，那里也宽敞。”石慧闻言，眼睛陡然睁大：“艺术楼？我才不去！”听到艺术楼，石慧脸色不自然地发白起来。对面的女同学不解地皱起眉头：“石慧，你为什么这么排斥去艺术楼？”这些话语尽数落进了江晋冉的耳朵里，这让江晋冉产生了几分兴趣。可是除了艺术楼，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排练了。参加希望杯的几个学生围在一起，苦口婆心地劝说起石慧：“可以去我家。”石慧斩钉截铁：“这样不现实，也很麻烦。”这个提议立马被反驳。可是艺术楼，石慧张了张嘴，神色像丢了魂魄似的，断断续续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就在这时，江晋冉提着书包出现在这群人面前：“我今天刚好有空，可以参加排练。”他又刻意加重了语气：“等会去艺术楼排练吧，你可别扫兴啊！”这让石慧生出了几分怒意。江晋冉，请注意你说话的语气。其他人也不由感到诧异，这个江晋冉现在怎么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江晋冉挑了挑眉：“行，那我走，反正这棵树也不是非演不可。”江晋冉转身便要往教室后门而去，这却让石慧急了。他咬了咬牙，叫住了江晋冉：“你留下来排练，我们这就去艺术楼。”随后，江晋冉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进了一层的大教室。一走进教室，石慧便直奔到正在整理道具的女老师面前，指了指身后的江晋冉，介绍道：“老师，我们把树演员带来了。”女老师走过来，拍了拍江晋冉的肩膀：“我是这次希望杯的带队老师，希望杯决赛没剩几天了，你得加把劲啊。”江晋冉敷衍地点了点头。带队老师又给他介绍了这次的希望杯决赛。原来他们准备表演的舞台剧是一个关于环保的故事。事件的起因便是石慧所饰演的女主角看到家门口的一棵树因为环境恶化所枯萎。当女主角看到与自己陪伴10几年的大树死了后，她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自己感人的环保之旅。期间做了很多呼吁大家的事情。经历了这些事后，那棵死了的树竟然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很狗血的舞台剧。而江晋冉需要扮演的就是这棵死了又活了、死去活来的树。因为带队老师觉得用道具不够灵动，没法表现出这棵树死了又活了、死去活来的神奇和感人，只能考虑用真人来扮演，但一直找不到人来扮演。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老师如释重负，等正式上舞台的时候，你只要穿上道具服，表演一些肢体动作就好，很简单的，也没什么戏份。带队女老师指了指堆在墙角的道具服，对着江晋冉很耐心的解释。江晋冉的眸光投向那堆道具服，圆滚滚的树干配上圆润的大绿叶，中间是镂空的，会露出扮演者的脸，第一眼看便有些滑稽。他也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演这个角色。江晋冉，看清楚了吗？那是你需要穿的，要不要提前试一下，看看习惯不习惯？石慧不知不觉走到江晋冉身边，此刻的他已经没了害怕的心情，只想着看江晋冉穿上道具服出糗。他弯着眼睛笑着，眼底透着不善的揶揄。其他人也尽力藏着幸灾乐祸的神情，想笑又不敢笑的看过来。江晋冉只是斜了石慧一眼，没有说话。随后他大摇大摆地坐到了一旁的休息沙发上，嚣张地翘起二郎腿，对着所有人笑眯眯道：“不用了，我看着你们练就好，我这点戏份压根不用习惯，直接上场都行。”江晋冉悠闲地打了个哈欠，倒是你们得努力了。
啊！说完，他直接往后一仰，慵懒地靠在沙发上，像个监督他们排练的大爷。石灰默默捏紧了拳头，但碍于太多人在，他也不好发作，只能招呼着其他人往教室中央走去，顺便阴阳怪气一番。确实，眼科术也没什么含金量，不用太努力练习，会当个死物就行了。舞台剧的排练正式开始，江浸染看得无聊，在一旁打了好几个哈欠，顺便吃了几嘴小零食，吃饱喝足，准备上个厕所。江浸染从厕所出来后，转进了走廊里，厕所的另一个方位是通往2楼的楼梯。此时正是傍晚，夕阳已经落下大半，灰蒙的光线笼罩下来，艺术楼的电灯并未及时亮起，显得走廊内有些昏暗。江浸染脚步一顿，明明只有他一人的长廊，此时却透过余光看到了不易察觉的黑影。江浸染身体顿时绷紧了，楼梯那里大概率藏着人，果然有人在暗中观察着自己呢。纵然心情震荡，但江浸染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他知道此刻的自己需要沉住气，绝不能打草惊蛇。他装作什么都没有察觉的模样，低头停在原地，短暂的沉默后，终于楼梯口的阴影消失了。但江浸染并没有完全松懈下来，大约等待了10秒左右，确定楼梯口的人已经不在，江浸染杀了个回马枪，直接转身往楼梯口而去，也就是刚刚藏着人的角落。他的这个做法其实非常大胆，如果那个人突然折返，发现了这里的江浸染，他绝对没好果子吃。但是富贵险中求嘛，风险越大，收益也越高，要找线索必须杀回来。而这次他在一处不显眼的墙壁上，终于发现了线索。江浸染微微睁大眼睛，盛开在六芒星中的鸢尾花再一次出现了。